你们现在就吃这个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！苏小姐，哎，你最好别出去，这外面都是我的人，没我的命令，陡然接人出来，你脑袋就没了。你现在还真是有点大人的样子啊！朝廷安抚使啊！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在乔松身边也安排人了？本来谋划着要杀乔松，突然知道他带了一位连圣母皇太后都看中的人物，我还纳闷呢，原来是故人啊！千里迢迢把脑袋又送回来了，真是多此一举。我在你这可不是故人，我是个死人。说对了，留着你这样的人只会碍我的事儿。说吧，有什么未完成的心事或者想捎的话？我希望你劝告李成，合肥已经守不了了，让他早早撤离，不要拖累全城的无辜百姓。我还想奉劝你，大厦将倾，独木难支，你的阴谋诡计成不了气候，你赢不了。你还是改不了牙尖舌利的毛病。不怕死吗？怕？你不怕吗？既然之前我坏了你的好事，你又差点整死我，那咱俩算是扯平了，可以谈笔生意了。没想到你还是个生意人。我要全合肥城无辜的百姓都平安地活下来。这个生意能不能做？你去告诉李成，如今合肥已经被围了3面，他还有一线生机。你已经无奈是多情，还惦记着白小姐呢。我不是为了白小姐，我是为了合城百姓。大丈夫当为则为，你太小看我了。你让他撤，他撤去哪儿？金陵城下有朝廷的南北2个大营，浙江一带也有军队。至于苏州，还得看那边的王爷接不接纳他。所以我们要通力合作，你帮他谋划一条退路，需要我做什么的，我定当尽力。想不到你还敢这么跟我说话。你这狗头我先记下了，回再来找你。五兄弟啊，像我一样，你若好好拿他们当个人看，他们反倒欺你，这就是官场。乔大人，我这算什么官儿？不用学这一套了。2位大人一路风尘，多多辛苦。安抚使辛苦。包敬修，我不是官儿，不用给我行礼。那个不然，古先生是安抚使，乃圣母皇太后选拔，不知道比我这5官4品要高到哪里去了。朝廷体制怎敢破例？来，请，酒菜早就预备好了。奏乐。来，诸位，咱们敬乔大人一杯。乔大人一到，如日出东方，妖邪遁去。围城那么久，今儿可看见曙光了。安抚使大人到了，当地百姓犹如父母再生。光是万民旗、万民伞，多的都数不过来。圣母皇太后破格提拔您，再合适不过了。我们也敬您一杯。稍等，什么万民旗、万民伞呐？我什么都没做啊，怎么会有这些？
哦，你们真有一套。这个是自然要早早备下的，难道还真等那些草民们送啊？宝清兄啊，但是我有一事不明，还想请教您一下。安福使，请吩咐。我听说合肥就要断粮了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攻城啊？正要等安福使吩咐，卑职立即整兵攻城。我不懂军事啊，所以我就是想说，你们再这么继续围下去，城里的那些人真的就饿死啊？这个无妨，只有把那些乱臣贼子饿得拿不起刀、提不起剑，咱们才好一战成功啊！哎呀，我跟你说的，我是什么差事来着，我自己都忘了。哎呀，您是安福使啊，那我说话管用吗？这个自然。您刚来的时候，卑职就说了，一切听从安福使的吩咐，这才是朝廷的爱民保境之意呀。对啊。那既然如此的话，你把人都饿死了，我安抚谁去啊？还是说，你想抢我的差事？再者说了，所谓那些敌军，绝大多数可都是被裹挟的合肥城里的百姓啊。要是都被你们活活饿死了，或是死在你们的刀剑之下，那是不是有悖于圣母皇太后的圣德呢？这个问题，你们有没有好好想过？哎呀，古兄弟啊，你这句话我最是佩服啊！哎，我看把他们饿得也差不多了，咱们该进攻就进攻吧。对，乔大人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先回家交代一声，等过几日，我会亲自去合肥城进行劝降。这个不行，您要是有一点闪失，卑职有几个脑袋也赔不起啊。您放心，等这场仗打完，一定给您续军功，授个实职。秦兄，你怎么说完了就忘啊？一切听从安抚使吩咐，这可是朝廷安民保境之意呀！啊？哎，我得先回去了。卑职恭送安抚使。卑职恭送安抚使。老乔，这古老板是个当官的料。让你说话那么不小心，我哪知道啊？他倒学得快，三言两语竟让我没词儿了。莫小看了他，这种人啊，我们还是捧着的好。你到皇太后为何突然凭空给他个安抚使做？为什么？皇太后早就对六王爷不满意了，你我都是王爷的人，所以给他一个安抚使的虚职。虽说是虚职，他说话你要敢不听，那就是个事儿。还有，这个人务必给我把他留在这儿。为何？立了功算谁的？这若是闯了祸呢，算谁的呀？高见。不过有一件事儿我还想不明白，既然咱们好好捧着他，白送他个功劳，他还非去城中劝降，那是死路一条，为什么不拦他呀？你拦了吗？我拦了呀。然后呢？拦不住啊。那他自己要去寻死啊！没办法呀。安抚使，安抚使，那就是他的正事。安徽安抚使古平原，我要见你们李成将军。
梅，别来无恙。你来做什么？我不能来吗？我竟然都不知道你已经做了安抚使。沧海浮生，谁能确保自己明天扮演谁啊？昨天还是白衣梅，今天不是正在演王妃吗？斗嘴我还真是赢不了你。说吧，你来干嘛？说完了赶紧走，这儿是微城。我要找李成。他忙于军务，不会见你的。没别的事儿就走了。你们还有什么军务？现在合肥城里已经饥不择食，你们现在不逃更待何时？想拖着全城的百姓一起死啊？你还真是处处替着朝廷说话。一梅，做了王妃，心肠也变硬了，要那么多人陪葬啊？你何苦为难我？不是为难，我是求你，哪怕你们自己要走断头路，放过全合肥城的百姓，给他们留点福气。白老先生若看到你现在这样，得多难过。苦大哥，你不能那么说我。便是我想走，我也做不了这个主。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好友见面还拌上嘴了？他方才所言，也是为你我着想。沏杯茶来。请。眼下这光景，我也拿不出更好的东西招待你了。你们现在就吃这个？这可是好东西啊！王府先后的花园我都给扒了，种了好些花生。我还没请教，现在我该称呼你谷兄，还是谷大人？就叫谷平原。是我小气了，给谷兄赔罪。今天我来，刚才我听见“安抚使”3个字，好啊，好得很。这普天之下的清廷文武百官加在一起，再算上那个皇帝老儿，没有一个配得上他的名位。倒是谷兄你做这个安抚使，再好也没有了。你来，我心宽了很多。对了，一梅，去趟库房，刀架下面还有一瓶好酒，把它取来，我要与谷兄对饮。你什么都没吃呢。花生，去吧。合肥城眼下的光景，谷兄有什么要教导我的？如今的合肥城被围了3面，你为什么不撤？过了长江就是金陵。看来谷兄真是为官不久。是。退出合肥，去哪儿？浙江，朝廷的军队虎视眈眈。苏州，只怕我那些老兄弟们不答应。去金陵。金陵城外南北大营几十万人，我就算拼死冲入金陵，和老兄弟们坐在一起，只怕我的结局会更惨。为何？你可知金陵城如今的境况？不知。
老兄弟们同时操戈，魏王只在数日之间，死期将近了。虎兄，这杯酒我敬你。你方才说的对，我不应该拉着合肥满城百姓与我陪葬。饮完这杯酒，你便回去。明日一早，我会开城放人，且不会伤百姓分毫。至于我们夫妇二人，大恩大德，来生再报。顾大哥，我也敬你一杯。刚才是我无礼了，你别怪我。谢谢你一直善待我，替我葬父。我们夫妻，来生一定报答。好啊，一个效忠，一个殉情。你们考虑过其他人吗？你所指何人？你的那些兄弟们。你想说什么？他们可没做过王爷，没住过你那么大的府邸。他们现在正在吃什么？我看他们未必愿意陪着你一起死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大家都是人生父母养的，但凡有一口饱饭吃，谁愿意造反？是，你选择仁义，你选择效忠，你有问过他们吗？你敢不敢去问一句，让那些不愿意效忠你的人跟着我出城，然后你自己去死？人前乱我军心者，其罪当诛啊！莫伤我，谷大哥，你说这话做什么？你快走啊！我有说错一句吗？你们的命是命，那些人的命就不是命。你要是不服气，杀了我便是。来人！夫君，夫君，传令下去，本王要阵前训话。你随我来，我让你看看我手下有没有软骨头。天兵将士，天兵将士，天兵将士。我6岁加入义军，那个时候老哥哥们问我，种田的辛勤劳作，为何最后饿死路边？做工的卖尽力气，为何失手要被人拿来肥田？天下的大人们、老爷们，用谎话骗我们，用鞭子抽我们，欺压我们的爹娘，凌辱我们的儿女，敲骨吸髓。这样的天下，怎能不反？你们中间好些人是从广西出来的老兄弟，还有一些是这1、2年跟上来的。如今我们被困在这合肥城里，无路可走。大战在即，我不强求。愿意留下的，吃掉剩下的粮食，磨块刀剑。升天之后，
我们接着做兄弟。不愿意留下的，明日一早，清兵会退后10里。他们派来了安抚使，你们跟他走，回家去。任何人不得拦阻。我们的刀剑绝不砍向自己的兄弟。天兵将士，天兵将士，天兵将士。这下你满意了吧？你要不要再问问其他兄弟？是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？我从宁古塔出来以后，每天都在刀尖上走。今天若因为我而能救出全城的百姓，我死也值。你看这些百姓，等战争过后，他们都是没了地的农民。你应该为他们高兴。出了城又能怎样？人的命数，老天爷早就定好了。真有一个无所不能的老天爷吗？我不信。要是真有的话，这世上就没有战争，不会有灾祸。你们造反，也是老天爷怂恿的吗？大人，请古先生。古先生，请。古先生为国效劳，舍生入死，辛苦。不敢。这些兄弟，所有弃暗投明的弟兄们，听了，把武器放下，到北营集合。不是要送我们回家吗？我们没有武器了。你们要武器干什么？不要回家！大人，不可！急什么，顾先生？他们既然已经投降，那就还是我大清的子民，你不能这样。你误会了，误会了，我来跟他们说。各位兄弟，我是安徽巡抚乔松。你们能反正，那就是朝廷的好子民。所以，我们空出北营安置你们。一来呀，围城太久，你们身体虚弱，还需要吃一些东西；二来是要刮头；三来，你们的军装要换掉。这方圆几百里都是朝廷的军队，这样出去还得了啊？你们若是觉得我有什么其他心思，来，枪的方向，让开大道。若还是有人想走，兄弟我恭送。
走吧，兄弟们，饭都准备好了，水也烧开了。吃了饭，你们洗澡刮头，明天上路都有路钱吧。走吧，走吧，走。虎兄，走，我们去喝酒。大人，刚才言语多有冒犯。哎，这就跟我见外了。虎兄，你忠勇无双，只身一人不顾生死，救出这么多百姓士兵来。我已经让师爷谢哲在分奏以前给你请功了。对呀，皇太后跟六爷见到，不定得多高兴啊！那必然是加官进爵。这顿庆贺酒啊，得提前跟兄弟喝了。哎，酒就不必了。走，请。请。王爷，谁让王妃上来的？莫怪他们，是我执意要来的。都站远点。我陪你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如果没有打仗，我们夫妇二人站在这城楼上看风景，那该多好。若是没有战争，你还在广西挖煤呢，我可见不到你。是啊，兴许你早就嫁给那古平原了。怎么，你还在生他的气？大丈夫恩怨分明，他与你有恩，就算对我有所冒犯，我也不会计较。你这个古大哥做人做事都是一流，我担心他和那些狗官在一起，迟早要吃亏啊。怎么？唉，你不懂也罢，不懂活得轻松。好奇而已。你还在挂念他吧？你看，城外这些密密匝匝的清兵，他们知道我们城内粮食弹药紧缺，为何久久围而不攻？是因为他们想发财。只要我们还活着，他们就可以向朝廷伸手要人、要钱、要枪，朝廷无不满足。哪天朝廷给不出了，他们再攻城，我们在他们眼中不过是升官发财的抓手。姑兄此次前来劝降，实则是有人想借刀杀人，想借我的手，要他的性命。他的身边可没有好人。你是说，他们就是让他来送死的？不过姑兄一等一的聪明，他不会看不出来。这也是他的弱点。什么？烂好人。如今这乱世，好人不得活。夫人，城楼上风大，你先下去吧。来人，送夫人下去。是。要攻城了。哎，兄弟们，哎，有吃的了，兄弟们！哎，你们别着急，这边还有炒菜呢啊，还有酒。别着急，别着急。给我
我一个，给我一个。谷兄弟，谷先生，谷先生，你是手工啊啊！这一杯我们2个人敬您。来，满上。满大上。人呐，我真的不胜酒力，别管我了。好嘞，谷兄，那是万万不能的。来。那我说出一个理由，就可以不喝这杯酒。哦，什么理由啊？今天你们送我进城的时候，是不是压根儿就没想过我能活着回来？谷先生，这话从何说起啊？我何德何能当这个安抚使啊？我给太后老佛爷送了蓝血茶，伤了六王爷的面子，他竟然还要让我当这个安抚使，这其中是何道理呀？这个，谷先生，你这句话又不对了。按照你说的，既然你都知道，那怎的还去呢？是，我知道。我就算知道，我也得去。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。对不起，2位大人，此件事了，我就回村子里种茶了啊！从今往后，我绝不会再跟2位大人争风头。之前是草民不懂事，多有得罪，这杯我自罚。谷先生，误会，你误会我了，这是万万没有的事情呀！大人，你是官，我是民啊，何来的误会啊？谷兄，你不要赌气，王爷不是那个意思，你也不是老百姓，你是朝廷委任的安抚使，委任状尚在。你现在走是轻慢朝廷，是惹祸。惹祸？你们来抓我！走！你看，走就走了吧，我们拼上挨几句骂，就说没留住他。这种人太固执，运气又好，一旦把我们的关节学了去，到时候可收拾不住的。可是万一要是问起来，明天发兵攻合肥，这么大一战功，就算是皇太后也不能随便降罪给我们呀。走，喝酒。兄弟，想家了吧？啊！
恭喜乔大人，兵不血刃，一次歼灭这么多敌军。得亏你那好兄弟不在，他在，咱动手还真没这么痛快。天意。救我！古兄弟醒了，你这是气血攻心，伤了肺腑。我给你熬了些汤药。杀降不降？杀降不降？不降？古兄弟啊，我不是你，没那么好运气。我这个官都是一仗一仗打出来的。因为这场战争，我弟弟和老娘都走散了。你跟我说不降，那不降就不降吧。已经开始攻合肥了，最多天黑之前，合肥就完蛋了。这一份大功劳，我们3个人都有份啊！啊！打！打！大功一件呐！古兄，你若真出了这个门，那我以后只有拿你当贼军了。你老娘兄弟都在，值吗？随我来。圣母皇太后的懿旨。古兄，无论相否，着急出战，是太后的意思。
莫闹义气。我问你几句话：以今天的形势，他们能打赢吗？他们投降也好，战死也罢，朝廷终究不会放过他们，你承认吧？兄弟，我也是读书人。沙翔的旨意，我也不想这么做。可我想想，我不做，自然有人做。这样的朝廷，我救他又有何用？谷兄啊，这沙翔的事情不能妇人之仁。他李成带出来的都是老反贼，打了10年仗，你指望他们安安分分做良民，可能吗？这个年代，你想做好人可以呀，回家种茶，可以救40万户平民的机会。可你只顾名声，就此逃走，是不是太自私？你怎么样？你有没有受伤？夫人，听我说，这里怕是守不到晚上了。一会儿我会派一队骑兵送你出城。你说什么？送你出城。你要赶我走吗？我去哪里？去哪儿都行，活下去。莲，生不同亲，死则同穴。你是这么说的呀？难道你要我去一个谁也不认识的地方，一个人弃尸到老吗？我不走。南门失守！不要！不要！就地求见，等候朝廷旨意。主将李成进下院，另有安置之处。这2个是要监送京城的贼头，你们要好生照顾着。是。
这是我能找到最好的清创药了，你给他敷上，一时半会儿死不了。想把我押进囚车，送到京城，让皇帝老儿在午门之上亲眼看着我人头落地。若非这样，皇帝老儿一生气，你们的乌纱帽就不保了。李成，你对我的误会太深了。埋在城下的那些投诚的兄弟，都是信了你的话才出去的。461条人命，我记着。若有报应，我不妥。但是我承诺白老先生的，我一定要做到。白一梅，我必须要护她的周全。好了，谷大哥，你是老大人，我是小平民，我的命不用你管，我哪儿也不去。我的意思是，我要你们2个人都活着。我是安徽守将，救我！你有几个脑袋让人看？南京城已被攻破。6月16，城墙崩塌，9门陷落。10日烧杀抢掠，如今的南京城里生灵涂炭，惨不忍睹。你们王爷王妃的梦该醒一醒了。从今往后，你们要为自己而活。就算阎王爷现在要把你们的命勾了去，我也会想尽办法把他往回拉。只要你们别自断生机，保重。听说你立功了，没来得及恭喜呢。你难道不该给我个解释吗？我要解释什么？4败投诚的战俘不是我杀的，我不知情。你要是不信我，你动手啊！我若不信，你现在还能活着？李成那边，我去劝过了，他现在一心求死，我劝不动。你不是聪明人吗？劝人你不会吗？当这个安抚使之前，我以为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，可以去改变一些事情。等当了这个官之后，我才发现，除了随波逐流，无力改变任何事。所谓历史，不过是一本皇帝的家谱，实在可笑。你倒是开悟了，是打算回去种茶，还是剃度为僧啊？我哪儿都不会去。既然我现在已经被卷到这件事情里来了，我就一定要护李成夫妇他们的周全。我需要你的帮助。你说，近日我一直在看朝廷的朝报，就像做生意，好歹我得了解行情。在那些朝廷的官那儿，李成他们就好像货物一般，待价而沽，可以交到老佛爷那儿换顶帽子，也可以招致自己的麾下扩充实力，在这乱世当中，可能会赚得更大的功名。但是这批货物在手中，
吞不了太久。他们跟我说不会滥杀无辜，我信不过他们，所以我留下来。你不信？我当然不信。名利，名在前而利在后。什么读书人有良心，那是因为官做的还不够大。真的到了可以拿命去换顶子的那一天，又有谁会在乎自己曾经说过什么？为了全城的百姓，为了整个合肥城的安危，我现在必须要有一个更有实力的人出来帮我。我已经没本钱了，我要一个更有本钱的人，在背后为我撑腰。你说找谁？听说过九帅，两江总督旗下的第一猛将。据我所知，他兵力雄厚，冠绝天下。他就是我心中那个有本钱的人。只是像此等英雄人物，怕是连你也接触不上吧？你这是激将法。老九欠我个人情，我若见他，就是给他脸了。报！江宁大营九帅送来的滚单。中午加双岗，去城里给我订最好的腌菜席。这。老九他真是目中无人，他围攻江宁3年，寸土未得，现在又跑到老子这儿来抢功劳，你说怎么办？啊！老子用血折子告他。只听说此人一身的煞气，这长江南北他手里这支军队实力最为雄厚，万万不可当面得罪。至于写折子，朝廷正指望他卖命，你说写了折子，朝廷是帮他，还是帮你？那我怎么办？俘虏的这些都是精兵，合肥城打下来，他就写这么一个纸条过来，把1000多俘虏全带走，收编到他的军队里，这不明抢吗？把李成夫妇荐送京城，向朝廷献俘。九帅要那些人都给他，这好歹得给我们留点残羹剩饭吧？这也是官场里的规矩。报，九帅前哨部队已到营门。摆起仪仗，都精神点啊！我们在营外恭候九帅大驾。是。咱们那个卖茶叶的安抚使呢？古平原这个人，书生不像书生，商人不像商人，死盯着他做什么？我怕他心思已经与我不同，不盯着他恐怕有问题。三儿，马上去请古大人，告诉他九帅来了，作为下属设宴接待，他得出席。是。来了。这好大的架子呀！老九这个马车倒是新鲜啊，洋人的乌龟壳。
起来吧。我不敢。二位大人辛苦了。听说合肥捷报，为其恭贺啊！这点小功劳哪里比得上九帅在江宁血战经年，简直不值一提。乔大人，黄兴兄，他乃我故人之后，刚在路上碰见的，陪着我解解闷儿。你们认识？哦，那是自然。古先生是圣母皇太后亲赐的安抚使，战局凶险之际，古先生立了一大功啊！我正要找他，没曾想到了九帅这里。不嫌晒得慌啊！吃了饭，我带人走。是，九帅请。哎，先生，你跟九帅还认识？早就认识。合肥城就1000多个俘虏兵啊，人呢？其他人呢？都杀了，回地了。哪里？围城那么久，饿的饿死，逃的逃走。这1000多人都是拼死护着主帅李成的，个个都是重伤。我怕九帅带不走，不如放在我这里，等他们把伤养好，用绳子捆了，再送到您的营里。眼不前我这仗打的手正壮呢，天杀的！瘟疫一闹，减员大半，我马上得补充兵员。这1000多个俘虏兵，喘气儿的，今天我全带走。九帅，这1000多战俘确实伤得很重，我们替九帅整顿一下队伍，把他们头剃了，让他们吃饱了、穿暖了、精神养足了，再给九帅您送过去，不好吗？还送得过来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把这些人编到自己的队伍里，到时候换一批老弱病残的来哄我玩儿？是不是看我仗打得眼热，想分杯羹啊？请。九帅，不敢。九帅想要拿走便是，我们哪敢跟九帅争啊？李成我也要啊！养在牢中，马上就准备荐送京城了。但这个人不能给九帅，我们辛苦了那么久，要不然一点功劳都没有了。一个小小的合肥城，围了那么久，要了那么多钱，没有功啊！九帅，我们手里可就这么一个宝贝了，您一招手把这些战俘都要走也就算了，您好歹得给我们留点升官发财的本钱吧！你找死啊！哎呦，别，这么跟九帅嚷嚷？你欺人太甚！这成何体统啊！这不像话！所谓何事啊？我是说啊，除了这1000多个俘虏兵，李成，我也要。这真的不行？不行吗？不行。不行吗？哎呦，不是，你这也要，那也要，你得给我留一点渣儿吧？你这大人，我要人留。哎呀！说话要算话，我替你出气了。就这么硬要啊？我老九又不是个生意人，我就是来欺行霸市的嘛。不过我这份人情你是要还的。
还没挺尸吗？九帅，九帅，九帅，给我弄出来，2个都带走。九帅，这2个人是要见送京师的，您都要，我们怎么跟皇太后、皇上交代？您好歹给我们留一个。是。养蛐蛐儿还得养一对儿呢，一个活不好，都带走，都这。九帅是谷兄请来的，是苏小姐请来的。老九出了名的吃人不吐骨头，本想着和他在战场上一较生死，没想到就这样被他拿捏了。他是朝廷的大将，怎么可能救人？莫要被他骗了。代价不小吧？代价确实不小。可是谷兄，你花的银子，怕是只能保住我们夫妻2人的人头。若想叫我这些兄弟都能活，这买卖该怎么谈？慈悲呀，给我的人留条活路。慈悲。九帅的意思是，你的兄弟可以放了，但是你们夫妻俩要去他的营中，还要请你去他的军中做参谋，这样他在朝廷上对于自己的部下才有个交代。等到战乱平息以后，再把你们送回去。谷兄是冒着性命之忧犯险涉难，我不会为难你的。把衣服拿来，我答应你。停！卑职九帅帐下虎子营副将扎兰察伺候大人更衣。这个姓李的大贼头，打仗真是一把好手。我真不明白，一个目不识丁的小孩子，一个挖矿的臭苦力，能有这般成就。可惜了，不能在战场上相见。大清气数尽了，君昏臣庸，因循苟且，对上巴结，对下压榨，濒死而不自知。江南军事已了，草长莺飞，中原路飞。九帅，有没有兴趣问鼎中原？这是九帅请能工巧匠打造的好刀，只有立了大功的将领才能蒙上。将军此次弃暗投明，必定鹏程万里。
都坐下。我知道，我穿这身衣裳，对不起战死的兄弟。可我不穿，对不起拼死救活的朋友，也救不了你们。我知道你们都不怕死，早在破城之日，我们就已经把命交出去了。可是今日不同，仗打完了，这辈子的仗打完了。日后你们谁都不许再碰刀剑，洗尽手脚，刮掉头发，回家去吧。做工的接着做工，种田的就好好种田。土地刨荒了，需要深耕一下，撒下种子，活到明年。你要相信，相信人间自有公道。如若不信，你便这般对他。将军！九帅辛苦了，我去处理后事。慢着，湘西30里有一个我的营，露营和营子都备好了，他们可以剃头更衣，拿钱回家，没有人阻拦。九帅一诺千金。李成的不，李将军的头我还是要的，毕竟是我把他带走了。上面问起来，我也吃不消。这个自然。李将军的首级，值一个红顶子。
九帅有令，大队向西30里，剃头、洁面、领路引发路费，各自返乡。是，属下早就预备好了。白家妹子，你若难受，就哭出来。我不哭，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。求人得人，我替他高兴。他这条命，换了大家伙活下来，这样的慈悲，将来你要说给孩子听。来人，抬走！你们干嘛？你们要带他去哪儿？你们要带他去哪儿？他们会送葬他的。不会的。他们不会，放开小鸟，带他去吧。他们要的只是他的脑袋，他们只是小人。你们要带他去哪儿？你们要带他去哪儿？你放开！白小姐还没醒，我哥呢也不干活，这全家就指着我一个人，当牛一样的使唤。我要是腿脚利索的话，我来照顾。啰里吧嗦。你说这别人当官吧，那都是花花轿子、金山银山，我哥倒好，当个官差点没把自己当死。他就是没我这个脑子。你要让我国老二当官，别的不说，先整2房1太太。你做梦去吧你！娘，我跟您商量个事儿呗。你说我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，天天照顾女客，他也不方便。要我说啊，我们请廖姑娘来帮忙，对大家都好。大夫，您辛苦了。来来来，这边用茶。大夫，情况怎么样啊？肺腑之间上寒下火，发不出来。白小姐就是不肯醒。她心里苦啊，你们小孩子怎么能知道呢？哎，去看看白小姐。啊。大夫，能有好办法吗？她这脉象比80老翁还不如。一个人想求死，就算是扁鹊华佗也没用。白小姐，没事儿。
爹，我可算是见到您了，爹。傻孩子，你哭什么呀？刚才是不是做噩梦了？是。我在哪儿啊？你不认得了？这山上都是咱们家的茶园，我常常在这里喝茶。你答应我要陪我下棋，棋子还没摆上你就睡过去了。我睡了很久吗？一炷香的功夫吧。怎么了？梦见什么了？我梦见忽然之间兵荒马乱，我被抓到了贼子的军营里。我梦见古大哥回来了，他到营里救我。我梦到，真的是你。我日日向他求，我梦到，求他能让我再见你一面，这样我被刀劈斧砍，五马分尸，我也愿意。我把心交给了一个将军。你们所有人都生我的气。后来他死了，所有人都死了，我还怀了他的孩子。爹，这一切都是梦，对吗？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么久的梦，吓死我了！我好像重新活过来了一样。爹，我以后不会再惹您生气了。好孩子。那我问你，如果那个将军再来，你还是会跟他走吧？虽说是做梦，动的也是真心。孩子，爹不会生你气的。不管你做什么，你这一世平安，我的愿就满了。